就在这儿，我们第2次见面。那天看到你在流血，我心里便想，这被抄家的在流血，抄家的也在流血，这人世间未免太荒唐了。这么多血，究竟为何而流？那时候我以为你恨不得要杀了我。幸好我没有图一时之快杀了你，不然谁替我挖女儿红，谁帮我摘猴渣子啊？妍希，谢谢你帮我们要回宅子，让我们可以回到这儿。是我该谢谢你，花芷。谢谢你给我，也给了芍药一个家。那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许说这种见外话。可是花芷，我还是会怕。我们离得越近，你离阴暗的宫廷也就会越近。不要紧啊，无论前面是什么样，我们彼此陪着，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与世间万物相较，人的生命可太短暂了，说不定一下子我们就白头了。好，那我等着那天，看看我们满头白发的样子。花芷，我准备了一个东西给你。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我是跟着花御史来的，御史奉旨要离京，我也要走了。世子哥哥，我从前在书里看到过杜十遗的一句诗：“此为星辰终不灭。”王妃娘娘一定也变成一颗星星了，将来我们也会变成星星的，到时候就能团聚了。真的吗？可星星这么远，我什么也看不清。不知道母亲究竟在不在那儿。对了，我听说有一种东西叫做魂仪，用它就能找到星星。待我走后，王妃娘娘一定会继续在天上看着你的，你也不要再像现在这么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待我之后找到那魂仪，就买一个送你，你再教我认星。那你可别忘了。顾妍希，谢谢你。说我以前怎么过得像木雕石刻般的日子，日日路过这个花园，也不觉得它的好。现如今一看，这园子种的什么花啊、树啊的，真是浪费，就该种些蔬菜。可不嘛，李哥啊最爱吃甜瓜，给他种上几棵。这后院的地呀，哪怕是麦子、稻田也能种的。对呀，二嫂，哎，慢点。阿简哥哥摘小辫，朵儿想要给你摘小辫。你说这个小六啊，他心智上真是有点病症呢，整日同这些孩子说不到一块儿，也玩不到一块儿，还动不动就咬人。看来只有朵儿能治他。可不嘛。阿简哥哥，你跑哪里去了？只预言，跑哪儿去了？阿简哥哥。这家里久不住人啊，到处都是需要修缮的地方。这几日得好好找些个人手，修上一番。我安排几个护院去做。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
朵儿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朵儿掉进井里了。啊，好端端的怎么会掉进井里呢？朵儿，他是进来找我，才掉进去的。什么？哎呀，朵儿，你跟娘说哪里疼啊？啊？你身上怎么回事？也掉下去了？三婶，是阿简把朵儿妹妹救上来的。你身上这绳子是为了救朵儿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就不会叫大人呢？我们把你们叫来就晚了，何况井口这么小，连我都进不去。阿简说他不怕黑，就跳下去了。他把朵儿举起来，我才去找了绳子拉他们上来的。坐好。身上的伤，一会儿找邵小姐姐给你上点药。方才婶婶错怪你了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柏林，你们都是好孩子啊。谢谢阿简哥哥。阿锦，以后你就是朵儿的哥哥，你也可以认我这个婶婶做你的干娘，好不好？乖孩子。大姑娘放心，那孩子每天都来，陪朵儿坐在最后一排。虽说听不懂，好在有心想学。阿简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学堂，还要请郑先生多费心了。小孩子记性好，楷模不是难事。大姑娘，我听说外头……算了，没事。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么难开口，连郑先生也支支吾吾的？我昨日出门，听到街上到处都在议论，说我和白掌柜不明不白，那指明二字便是明正，是不是？那郑先生怎么想？我想着，若大姑娘同那白掌柜果真情投意合，人言也并没什么可谓。唉，啊，你们刚才说什么味儿？说福东做了几个新口味，我叫他拿来给您尝尝。好。姑娘，不好了！听说白掌柜果真带着18担聘礼，骑着马绕城走了一圈，眼下正往咱们家来呢。啊？头，那帮人的动作很快，什么？马上就到花家大门口了。你们好好工作啊！我跟着头杀敌去了。把门带上！多谢了啊！多谢了啊！麻袋、毒药、大砍刀，头你就说吧，哪个？多谢了啊！哎，姑娘怎么办呀？他们真来了！多谢了啊！多谢。停。兄台是？啊，这是我家燕先生。啊，幸会，白母无福，父母已先去，今日只得亲自上门提亲。大姑娘，这是婚书。白掌柜，带着你的婚书和聘礼，滚！
我与兄台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拆散我与福东姑娘？福东，嗯。啊，这天儿，恭喜啊！福东，你们二夫人都是福东的错。起来，不是他的错，若真有什么错，也是我的错。大姑娘，我与福东自打擂时相识，后来纸迷楼开起来，我们朝夕相处，彼此钟情。我二人虽有私情，却公私分明，不会牵涉纸迷楼的经营，请诸位放心。福东，你怎么没同我说过？姑娘，福东并非有意隐瞒，只是不知他会上门下聘。他若是不下聘，你就永远都不同我说了。怎么会呢，福东？我一定会明媒正娶你进门的呀！白母之心，天地可见。我若辜负福东姑娘，我愿受刀山火海之苦，永堕畜生道，我不得好死。少说两句吧。我听你的。别来这套了啊！丈夫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纸明楼是芷儿和福东辛辛苦苦赢下来的，你和芷儿合本经营，全仰赖福东掌管后厨。那福东进了你家门，这纸明楼岂不变成你白名下的夫妻铺子了？不会的，三夫人。原来夫人是顾虑这个呀。我与福东两情相悦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他若愿嫁，我便与大姑娘重立一份妻子，把我那5成本钱改换成福东的名字。这纸明楼便是大姑娘与福东合本经营。这生意上的事情倒是可以再说，但是这件事要看福东的意愿。可不能再说了。今日若是不成也便罢了，若是成了，得当场立契。好，白某可有心娶你为妻？嗯。秦姐姐，你这几日收到几张八字？也就7、8张吧。7、8个，我怎么只有3张？你还小呢，怎么也着急要嫁？这世上的好男子太少了，总得多收几张，说不定就能找到画本子上那等俏郎君了。先前花家落难时，不光不见提亲的，就连定好的婚约都要退了去。如今不过就是那白名下娶了一个花家的丫鬟，他们倒是回过味来，想起花家的好了。是呀，先前宅子失火的时候，大姑娘差人从院子里抬了许多烧画的金银刻子出来，这皇都里都传遍了。恐怕呀，都是冲着我们花家的嫁妆来的。这福东嫁出去时都上赔了7、8箱的嫁妆呢，还都是全套赤金的首饰，何况是姑娘们。我不管那些，反正如今我也跟着福东姐姐学会做手艺了，能自己养活自己。我就图那郎君够俊俏，够高大，够痴心。灵儿，你听，这小妮子呀，都在说什么不要脸的话？我才不怕！你呀，这嫁汉，穿衣吃饭，高大俊俏可管不了什么用。譬如咱们的燕先生啦、郑先生啦，他们倒是高大，生的也是俊俏，可是都无父无母，穷得连一间房子都没有。难道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你也肯嫁？我倒没有想那么多，不过，像画本子上那些穷汉，最后不都是会中状元的吗？中状元不就有钱了？祖父不就那样？傻丫头，那你从画本子过去吧。哼。嗯，林姐姐呢？刚刚她不是在这儿吗？珍珍，你站住！你躲什么？
你是不是都听见了？闺秀私语，本就不是君子该听的，我并非有意。蓉儿那是童言无忌，晴儿她向来就那样，我替妹妹们向你赔个礼。秦姑娘也没说错，既然无错，何须赔礼？我去备课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并非所有人都那样想。哎，还真出了奇了！这群小娘子，果真是把酒楼开起来了。是因为白掌柜在呀，这一群未出阁的小娘子，他们能顶什么用？哎，这话不对啊！白明夏先前在云来酒楼那可是劳心劳力的经营啊，照我看，远比不过志明楼如今的新楼啊。咱们生意人啊，不讲出身，不论门路，只要做得风生水起，我孙香便高看他一眼。下次记得把托盘的灰擦干净再给客人上。水牌乱七八糟的，等一下整理好。你把这几日账本给我。难不成这便是传说中的白玉才是华大姑娘？郎君认错了，那是迎春姑娘。迎春？哎，是华家的哪一房姑娘？哪一房也不是，她是大姑娘家头一号的丫鬟。您别因为丫鬟二字就看扁了她。这如今花家上下谁不知道，迎春姑娘就是个头一号的女管家，这里里外外全靠人家安排打理的。是7000钱，900万。还有这儿。三夫人，姑娘，孙记茶行的孙香孙掌柜专程来找您。这酒楼从来没有跟孙记买过茶叶，他来做什么？请他进来吧。芷儿，我娘家从前跟孙记打过交道，这孙记在皇都茶叶行里是数一数二的巨贾啊，常年累月往宫里供茶叶，切不可怠慢啊！迎春，去准备2碗上好的茶来。是，知道了，三婶。哎呀呀，孙某一路过来，府上果真是清雅非凡，不愧为御史门第啊！华大姑娘久仰。孙掌柜谬赞了，花家早已没有御史，何家都是布衣百姓。哎呀，大姑娘过谦了。备了点茶。孙掌柜，请坐。好好好。哎，三嫂，你说那个孙掌柜多大年纪啊？怎么会没有婚配？孙记偌大的产业，在皇都里谁不眼红啊？这些年，孙香家里没个夫人，多少人明里暗里的把自己的女儿往他家里送。这事情呢，我是有听闻过的。也未必是什么好人家。瓤子里有没有虱子，谁知道啊？壳子反正是锃光瓦亮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咱们花记也跟孙记一样，在皇都里开个17、8间铺子就好了。三嫂，你急什么呀？四弟妹，你信不信？这孙掌柜进这扇门，肯定不光为了生意。如今咱们花家的女儿热得像炭火似的，光是灵儿的提亲信，我已经收到30、40封了。这孙掌柜恐怕也是想借这个机会，上门相看一番的。明日我便叫人将3等样品各包1份，送去指明楼里，请大姑娘品鉴。多谢孙掌柜了，
这茶之一道，指明楼是后手，还要请孙掌柜多多指教。好说好说。那告辞。那我送送孙掌柜吧。啊，大姑娘事儿忙，不必远送，让迎春姑娘送送我便是。没有想到孙掌柜还识得迎春的名字啊！去指明楼吃过饭的，谁人不识迎春姑娘的威名？那我便送送孙掌柜。好，告辞告辞，姑娘请。迎春姑娘可有说过人家？没想到孙掌柜也有说媒拉纤的兴致，迎春先谢过。你就不问问我想说的是哪家的郎君？哎呦，哎呦，对不住对不住啊！一芳，郎君闭这会儿。没撞坏吧？秦姑娘不在内院陪着姨娘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事，我来捡就好了，不劳迎春姑娘了。迎春姑娘整日跟着芷姐姐，我可不敢劳烦她大驾。啊，多谢郎君。孙掌柜，前头便是大门了，我再送您一程。好好。秦姑娘，今日可真要多谢秦姑娘，叫我开了眼。迎春姑娘跟着芷姐姐，见识定然比我多得多了。我这成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哪有本事叫迎春姑娘开眼呀？我同姑娘学的头一件事儿，便是不能成日想着只靠男人。我当你今日是吃了火药，原来是看上了那孙掌柜呀。这世上呀，白明下那般的傻男人可不多了，福东那般的傻女人也不多了。我看呀，对着迎春姑娘这样聪明的人，那孙香呀未必肯分你铺子。好啊，我本是想学福东寻个好归处，也没瞧上那孙香，谁料斜刺里闯出一只花毛野鸡来。那我可真得好好看看这孙香好在何处了。你不过就是个婢子，敢同我这样说话？你不过也就是一个婢子生的。谁又气着我们花大姑娘了？没想到嫁了个福东，家里的姑娘都蠢蠢欲动，拦都拦不住。食色性也，又何必拦着呢？到头还落得一身埋怨。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谁说的？要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打你的主意，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顾妍希，我发现你的脸皮是越来越厚了。怎么样，还想提个大刀碎了人家的婚书啊？误会。我赢啦！认赌服输啊！不要！投过来！不要！躲！不要！别躲！不要！不要！没事没事。啊，没摔坏，没摔坏。小郎君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哥哥，你来了，哥。这是我哥，哥哥，这是我朋友沈焕。哦，好。我今天还有点事儿，先告辞了。慢着，不知沈二郎可有闲暇，
我们一步小叙。小旭的话就……哥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想请他吃个饭。吃饭？那带我一起呗，我们一块儿去。来，燕兄。哎，哦，多谢燕兄。对的。沈二郎是怎么认识我们家芍药的？就是在大街上闹着玩儿。哦，那次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逗他的。哥，他好人。芍药，你先吃饭，哥哥跟他聊聊天好不好？那沈二郎平日里又做些什么营生呢？也没什么正经营生。这儿有几根手指？3根啊。那桌上有几盘菜？8盘。我们芍药如何？芍药，很可爱啊。我跟他做朋友，我很开心的。芍药无父无母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又居无定所。沈二郎家里是如何的显赫，怎么会同芍药做朋友？这个问题，我倒还真没想过。芍药她与一般女孩不同，你应当很清楚。她喜欢同你在一起，我不反对。可是如果你敢欺负她，后果你要想好了。芍药，哥哥给你变个戏法好不好？嗯。好厉害，哥哥！给我也整一个一样的。下次。啊。吃菜。吃。头儿，献王府查出的重要文书都在这儿了。先清点，理个单子出来，我再向官家禀报。是。你别走来走去的了，看得我心烦意乱的。你说这献王明明风头正盛，谁知道大厦倾颓，不过是转瞬之间。父亲这步棋，算是赌错了。真是流年不利，花家做亲家，花家被抄了；这献王做靠山，献王又倒了。献王这件事情，恐怕是不能善了，早晚会查到咱们头上。听说官家已命七修司纠察献王的余党，在查到咱们头上之前，还有些时日可以应对。唉，还能靠谁呢？芍药她与一般女孩不同，你应当很清楚。她喜欢同你在一起，我不反对。芍药喜欢同你在一处，我不反对。我不反对。啊？他说这话了吗？啊，他这么说了。啊！我不反对。啊！
爷娘，你们在等儿子啊？焕儿，有一桩大事，母亲可要先向你道喜了。啊？焕儿，你可知道六路大曹蒋家，他家掌管的是漕运，家事就不用说了。家中主母嫡出一子一女，如今正乘舟北上，来京探亲的路上。其实啊，这探亲还是其次，为姐弟二人找一门好亲事，才是他们来皇都的要务。月底赏花会啊，蒋家姑娘便会亮相。听说啊，那生的可是花容月貌呢。啊？这个我就不去了吧。哎呀，焕儿，你不是爱看花吗？就当去看看花，顺便看看人，又不是什么坏事。娘，这么好的事儿，让我哥去呗。啊，我哥比我年岁大一些，要相姑娘，理应也是他先呀。你哥哥还要应考，没有那个余暇。你闲着也整日是胡闹，不如早点收收心。娘，我是真没工夫去啊，孩儿最近可忙了。哎呀，你忙什么你？你整天忙着和那个来路不明的傻丫头在一起。她不是来路不明的傻丫头。爹就问你，你去还是不去？我不去。焕儿，你还记得当初的花家吗？一门四进士，又是相公又是舍人，还有什么一品诰命？可这一朝不得顺心，瞬间便被打入泥里去了。咱们家现在也是岌岌可危，一个不好就跟他们一样。爹，娘，咱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花儿，一时半会儿也讲不完，爹只能告诉你，今日我听了你母亲和我的话，去会一会那个姓蒋的姑娘，若她看上了你，也是咱们家的造化。孙掌柜，你那批茶的成色我都验过了，还行。可是你这一开口就是3年的长约，是不是为时过早啊？哎呀，花大姑娘，3年太长，但凭您说个日子，咱们再行商议，没有什么是不行的。哎，怎么不见迎春姑娘？她替我去码头看新采买的食材了。哦，迎春姑娘这般能干，这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花大姑娘，有一桩事儿，孙某心下想问，却唯恐冒昧了。说来听听。啊，这个丽妹秦姑娘听说是庶出，不知道在哪位夫人名下教养。孙掌柜，我同你谈茶，你同我谈什么？我家的姑娘，你是问完这个问那个，你是上14来选水牌了吗？还挑来挑去的。哎呀，花大姑娘误会啊，这是万万没有的事，请恕在下莽撞了。不必说了，包下送客。孙掌柜，行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听到你迎春，姑娘，什么事儿？那位孙湘孙郎君方才来过，这里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我给你3日去查查他的底细。查他底细？这好茶粉金贵啊，是要下大本钱的。他的人品如何，我们要知道才能做决定。这话有理。他的生意，他家里的事情，是否和他说的一般无二，咱们心里要有个数。好，姑娘。喵。
你怎么才来啊？上次那棋翻了之后，我找了好久，就是没找到那颗粗子。怎么玩啊？芍药，我恐怕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，天天跟你一起玩了。为什么？我爹娘不让我见你。所以，以后我不能来这找你，你也不能来花姐姐那儿找我，对吗？那我们今天还去钓虾吗？对不起，芍药。行吧，那我走了。你要来找我的话，翻墙，但你要注意安全。手环，再见。芍。沈兄，沈兄频频出神，在想什么呢？嗨，也没什么。这等春光明媚，沈兄倒闷闷不乐起来。沈兄，快来见过社姐。沈郎君，娘子有礼了。在下有昔日的好友在那边，得去招呼一下。沈兄先伴着社姐走走。蒋兄，沈郎君平日爱玩什么？爱玩象戏。沈郎君竟然喜欢这个，我还以为会是读书、吟诗之类的。我平时不善读书，也不会吟诗。啊，我呢，闲时会绣扇面。挺好看的，绣的挺好。沈公子正是读书的年纪，不如考取一个功名啊。我哥比较喜欢读书，我就不太喜欢。那真是可惜了，我们晋阳家中有好多书呢，经师子集，光是子部就有整整一座楼呢。是吗？子部我还是很感兴趣的，尤其是里边的这个农家、制药、酿酒，还有引子。我平时就会自己做引子。咱们这样的人家还需要自己动手去做吗？沈相公应该把心思放在经史两部上，这样更有助于仕途。而且，我爹一定会注意地势力的。这说起来，皇城的脂粉好像不如杭州，画眉的清代呢，却南北各山小上。沈伯父，沈二哥是不是早已心有所属？怎么会？犬子虽颇不成器，但也曾无留恋勾栏瓦舍之事。就连这般有女眷参加了赏画大会，他也是头一回来，脸皮太薄了些。饮茶。蒋家的姑娘同你讲了什么？他说皇都的清代特别好，不知道何处去买。
他家管的是漕运，天下珍奇，南货北货，都得从他们家手上过。既然如此，区区化为之物，还用得着咱们帮他找？看来你这皮囊生的上啊，不看上我，把握好机会，把清代买好啊，给他送过去。听到了没有？卖簪花卖珠花了。吃东西吧。行啊行，你看这个啊。卖簪花卖珠花了。这个还是这个不错的。那这个吧。好。卖簪花卖珠花了。姑娘，婆婆，什么时期样子，让我也瞧瞧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姑娘看着面生，也住在这附近吗？是，我家刚搬来那后头。夫人姑娘们想买花钗环，但还没找到靠得住的人。姑娘，婆婆，什么时期样子，让我也瞧瞧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姑娘看着面生，也住在这附近吗？是，我家刚搬来那后头。夫人姑娘们想买花钗环，但还没找到靠得住的人。姑娘，你也不用去别处寻了，这里呀，谁不知道我张婆婆的东西最齐全。婆婆常在这买花。是啊，这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啊，都找我买。这家姓孙是不是？是啊，姓孙。那他们家女眷都戴什么样式？哎呦，这个你可问着了，我常出入他们家宅院，没有比我呀更清楚的了。哎，姑娘，我跟你说呀。他们家三姨太太呀喜欢这个，他们家几个姨太？8个姨太太。哎，他们家7姨太太喜欢这个。所以，你是自己让迎春姑娘去探探姓孙的底细？她要是不自己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，我一个局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。要论聪明啊，迎春是不下于我的。只是他没有机会读书，但是他自有决断。我怎么听着像是你在自夸呢？我就是在自夸。那照你说的，是那个人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还想着与秦姑娘勾搭。秦妹妹虽然看着跟个巨嘴葫芦似的，其实是个明白人，只不过呢，她没有迎春那么倔强要强。要是那姓孙的再来找她，我同她好好说上几句，她会听劝的。缠在一起了，算了，缠一起缠一起呗，让他们一起飞去吧。好你个王孙公子，不懂得落魄人家家计艰难，说搅就搅了，那下次放什么呀？下次我给你画2个，只要你不嫌我画的丑就行了。难怪四叔他们喜欢放风筝。你四叔是个有趣的人，难怪四婶对他情深意重的。不像我这般无趣。你无趣的很好啊，像你生的这么俊俏，要是再有趣一些，那为你驻足的人太多了，我可抢不过来。我怕我真的太无趣的话，你就不会为我驻足了。那就不要多1分，也不要少1分，像现在这样我一个人喜欢就足够了。还不帮忙？啊。沈良君竟然喜欢这个，何以不求取功名呢？家父定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9连环都是新到的嘞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7巧板9连环都是新到的嘞，香能金毛剑，好看又好玩啊！没人陪你玩啊，我陪你玩呗。没关系，我们去，我们可以去很多更多有意思的地方。
业主，我叫芍药。跑快点啊，马可丢了！你这脸上都是伤。这是我朋友。朋友。朋友。哎，姑娘随便看啊。来看看啊，桂花酿、荔枝酿，哎。芍药，手环，你不是不？哎，不走，你的东西。慢点。师傅，你不说不能来找我一起玩吗？芍药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啊，你说。你在我的心里，跟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。他们跟我一起玩，要么就是为了我的家世，要么就是为了我的钱，有的干脆只是为了消磨时间。他们跟谁都一样的，哪怕是我的爹娘，他们宠爱我，也只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儿子，可以供他们宠爱而已。而在你的眼里，我就只是我。你就是你啊，那么聪明。这么厉害的你，芍药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你是真心这么觉得的。我马上就要跟别的娘子成亲了。别的娘子是谁呀？我可以跟她一起玩的。她可不会愿意的。我成亲了之后。我们就再也不能一起玩了。啊，不能，那不能不成亲吗？对，我也不想跟他成亲的。哎，芍药，我想了很多天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对你有情。有什么情？有情啊！什么友情？哎呀，友情就是我想天天跟你在一起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这一天都不知道怎么过了。我也是。啊，原来这就是友情。那我对你也有情。真的？嗯。不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跟我，只有我们两个，我们在一起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只有我，那倒不是，我跟哥哥、花姐姐都能一起，我跟朵儿也能一起玩，跟柏林就算了，他老耍赖皮。芍药，咱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啊！怎么不是一个事儿啊？我说的在一起的意思是。我跟你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没有别人。我们现在不就是在一起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慢慢说。芍药，我觉得。我们可能只能到这儿了。到这里。再见。你上下8个妾室，要我过去做老九？你都知道了。你先头娘子留下一大一小孩子，你也一字不提。
没错，孙某是有意而遇你，因为中意迎春姑娘你的才干，所以想让你给2个孩子做母亲，这并没有什么过错呀。至于房里人多人少，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只要你能得我欢喜，我房里人多又有何妨呢？3000宠爱于一身，迎春姑娘不是没有听过吧？倘若你不得我心呢，哪怕房里只有你一人，你日子也照样难过。你说是也不是啊？是，你说的对。所以啊，迎春姑娘，莫要怪我。若是换做其他男子啊，连一句真话都不会跟你讲，你也只有过了门以后才知道啊。滚！迎春姑娘，真的就不再考虑一下孙某吗？我考虑你8辈祖宗考虑。姑娘，怎么说？这人嘴里没一句实话。我假装去买茶叶，去了他3间铺子，那管理的是一团乱麻，账面上不止亏空了多少。我还去了他皇都的宅子，问了内宅的情形。姑娘，你的心意我已经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咱们迎春的心窍可总算是回来了。像这样的人，谁愿意同他做生意啊？就是，咱一个子儿也别给他赚。走，对账去。好。看往这儿，往这儿。剧院重兵，敢这里胡闹？谁教你们的规矩啊？奴婢该死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把剑子还给他们吧。赶上这么好的春色，我要是他们这个年纪，我也提。走吧。燕西见过皇祖母。燕西，你看这园中，风物明媚，万物欣欣。可就在今年，我又失去了一个儿子，2个孙儿。皇祖母，但愿您不会怪罪燕西。孩子，我怪你什么呢？生在皇家，就得听天意和圣意啊！你看这座皇宫，是我们的家，却又不是家。你们顾姓子孙是一家人，又并不是一家人。唉，我是只能在这终老了。可燕西，你不一样，你今年20有3了吧？该为自己成个家啦。这皇宫也好，灵王府也罢，到处都是冷森森的，找一个让你暖心的人。怎么？难不成已经找到了？什么事都瞒不过皇祖母。这是我当年入宫时母亲送给我的嫁妆，如今把它交给你。你若选中了哪家的女儿，你就送给她，做个定礼吧。谢皇祖母。秦姑娘，怎么了？那位孙郎君，姑娘不向他买茶了，你可知为何？生意上的事我从来不过问，又何须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嘴里没一句实话，他家里7、8房小妾，还有2个孩子，就等着找便宜的娘亲呢。迎春，
多谢你同我说这些。红进啊！怎么这么些我都没进啊？你看我进了。躲在这里干嘛？没个省心的！哟，这是谁惹官人生气？滚！都给我滚！这小蹄子！别太快了。慢点跑。哎，出来了！哎呦，哎，慢点，过来，往那边走。怎么了？不哭不哭，小郎君。姐姐给你点心吃，好不好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下次姐姐再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姐姐。老爷，这好吃吗，心儿？好吃。秦姑娘。爹爹。哎，孙郎君，没想到世上竟有这般缘分，你竟然是心儿的父亲。是你送她回来的？怪不得我一见心儿就觉得这般投缘，非要我送她回家才不哭呢。啊，心儿，快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心儿真乖。这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呀。哎呀，那个茶商孙香来提亲了。和谁提亲？迎春说的那些，我原先还不敢十分信，又找人打探了一番，竟是分毫不差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晴儿，咱们家现在不是揭不开锅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淌孙家的浑水。母亲，你们不必担心，他有几个孩儿，几个房里人，我并不在乎。我过去了，贤惠持家，善待孩儿，他总不会待我不好的。三婶、桂姐，我和秦妹妹说几句。师姐姐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打算。秦妹妹，但凡你心中有一个不愿意，我便为你做主，把这些东西都退了，绝不让他为难你。师姐姐，你想多了，我愿意的很。我知道那孙郎君算不得什么上等良配，可是我又是什么样子的人呢？便是当年祖父他们都在的时候，会有王孙贵胄来向我求亲吗？现如今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无官无位的商户人家。我一个庶出的女子，又比不得你和灵儿妹妹。秦妹妹，咱们家又不分什么嫡庶，你真要嫁给这样的人啊？不嫁他，换个旁人，未必更好。直姐姐，我没有旁的本事，不像你有那样多的事情要做。说到这个，我对不住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曾经想着，既然你与沈大郎退了婚，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……他真的是一个好人，原是我的上上之选，奈何他这样的人是瞧不上我的。
哪有什么瞧得上瞧不上，只是缘分未到，你就不愿意再等等了？不等了。家中的夫人们在出嫁之前，尚且连对方的样貌都没有见到过。我呢，好歹不算是盲婚哑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他不老不丑，家业又盛，又愿意明媒正娶，我冷眼瞧着，心里算着，这孙郎君恐怕是绝好的归宿了。青儿，其实不用以嫁人做最后的归宿，你想想贤姑母，我们这些同亲连枝的亲人，也可以是你的归宿。姐姐，我就要嫁人了，别说这种丧气的话，祝福我吧。原来这就是成亲，沈焕也要成亲，他会被花轿抬去哪里啊？姑娘，有几家庄户送果子到后院来了，咱们去看看吧。走。可数明白了？刚数一半，可一见你我全忘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操办喜事的本领，但是太忙，来迟了。办得怎么样？好像有点问题啊。那你说说哪儿有问题？因为人们通常是先嫁姐姐，再嫁妹妹的。就你嘴皮。花珍。送给你。你这是把我给你的月钱一并还回来了？这几个月的呢，恐怕不够，下半辈子都给你了。哪儿来的？长辈送的，一份心意。这个时辰了，事情刚后面是这个样子。姐妹们，你们说这都什么点儿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我说咱们这位新夫人倒是厉害哈，这都日晒3竿了，他还没起来呢。就是，就说花家如今不行了，可原先也是堂堂相府，怎么会有这等规矩呀？姐姐们恐怕还不知道，这位新夫人其实也是庶出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他们那位厉害的三夫人所出呢。不是，是三房李姨娘生的。哎呦，说到那个姨娘，那也是出笑话。快说出来听听啊！快说说这位三姨娘。
我让你们坐下了吗？你们的生气，官人如今都教我收着。今日一早，我已看过了。原来姐姐是为了看这个呀，我们还当姐姐是因为什么晚起的呢。啊！以后我说话时，不许插嘴。张氏、李氏、薛氏、洪氏，你应该是王氏吧？论理，官人房中放着你们，都是为了仔细考虑。奈何你们一个个都不争气，还是顾氏的大姐姐留下的一双儿女。你们呢？胡氏，是你在这里资历最老，不想着早日为官人开枝散叶，整日只知道和这群小子在一起乱嚼口舌，养你有何用？夫人教训的是，夫人教训的是。别怪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既然你们不中用，又不听话，打扰的家宅不宁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到时候谁叫我不自在，我便发卖了谁，重新找几个年轻貌美的侍奉官人。你们觉得，官人难道还会不依吗？夫人开恩，夫人开恩啊！官人，为何不进来入座？快，还有这儿，把那个地方再弄一弄。哦，大嫂，这福东3日之前刚回过门，眼下花琴又要回门了。这是高兴的事儿，你为何叹气呀？二嫂，你怎会知道我的心酸呢？你有没有养过女儿？我是在想，不日将来史儿跟蓉儿，你也真是的。来了吗？夫人，宫里来人了。宫里，怎么了？夫人们别急，说是咱们家点心名声太响亮了，连太后尝了都赞不绝口，所以想让咱们家主事着带着点心进宫一叙。哎呦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上回见你，还是那般伤心的时候。这人老了，时常想一出是一出。陈启吃了你们家的梅饼，着人宣你进宫，可等你到我跟前来，这都过午了。宫里的规矩大，花家姑娘进来一趟，着实不易的。花家小娘子啊，到我近前来。这镯子是燕西给你的。是。他是什么人，想必你也都知道了。真好啊！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什么都不怕。阿婉在时，他也会这般风风火火，来去自在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曾经有个约定，我们只谈闺中凤月，只当我们从未嫁人，为人妇，从未生儿育女，只当我们始终停留在17岁，所以直到他离世，我都从来没想过见见他的儿孙。
你听我这么说，你一点都不惊讶。想必你是读过我们的信了。是，祖母在时时常叫我读信，那些信我都抄写过。哎呀，真叫人不好意思。我与你祖母初见之年，正是我因为婚姻之事而烦闷呢。姑娘，嫁谁不是嫁呀？何况殿下他……你不许提他。谁？谁进来了？哪里来的狂徒？快滚出去！别骂人啊！原来这儿有人住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出征打猎路过的。后来，他干脆住下不走了，陪我一块儿避暑。我平生第一次骑上马，尽管那个时候我还不敢控缰。再后来，我嫁给了先皇，我便把紫黄驹送给了阿婉。原来是这样，祖母每年夏天都要去住上一阵子，不允许他人跟随。祖母在时，无一日不思念太后。思念也是徒然呐。一入深宫，便只剩下这座城墙里的四四方方的一块田。余生连亲人都见不了几面，更何况朋友呢？作为燕西的祖母，她若能得到你的芳心，我自然为她高兴。可是作为你祖母的朋友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在灵王府里看到的天，只会比这儿更窄。话又说回来，年轻的时候就忧虑不前，连真心都不敢交付，那这一生就太多的遗憾了。所以，你是怎么跟皇祖母说的？我说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好，花府困不住你，王府也不能。跟我来。说来也巧，这酒当初是我挖的，兜兜转转，又回到我手里了。如今，该物归原主了。原来都被你赎回去了，我当时还颇有遗憾。不要遗憾，你失去的那些，最终都会回到你身边来的。如今还在灵王的小憩之内，就算有皇祖母替我主事，官家也不会答应的，只能再等一等。我不着急，也不怕等，3年后说不定祖父他们都回来了。只是要把这些酒带回去，我又要撒个谎。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哪次你不是张口就来？哪次没把我骗得团团转？谁把谁骗得团团转？你们都小心点啊，慢点搬，别摔破了啊！哎呀，小心点儿。如今手头宽裕了一些，我就想着四叔的心血也不能流露在外，赶早就去给赎了回来。侄儿有心了。这酒啊，要等到出阁的时候才能用呢。我想咱家又要添一桩喜事喽。你啊，快去帮我问问他，燕先生准备何时来提亲，同侄儿商量过了吗？这，没想到侄儿的姻缘
竟比晴儿的还要难料。三嫂，你放心，只要燕先生对芷儿是一片真心，旁的呀都不要紧。旁的？旁的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呀就稀里糊涂的享福吧。别人家呢给10000个胆子，都不敢招你家这个女婿。为什么啊？你这画的啥呀？看不出来吗？你看，这是眼睛，这是鼻子，然后这一笔啊，这是嘴，看出来了吗？猴子。不是啦，这是你啦。哇，不像吗？这是你吧？你才长这样。我什么时候？难道不像吗？我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弄鼻子上了。小耀，你怎么独自一个人在这儿？花姐姐，人是都要成亲的吗？成亲了就见不到了，那成亲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是好是坏，因人而异吧。这一时半会也看不出来，只能说成亲是件大事。大事。从前我也觉得成亲不是一件大事，无论如何我做自己便好了。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的。若选对了人还好，要是选错了人啊，日子可就难挨了。难挨？是有多难挨呢？邵瑶，你怎么了？沈焕，他要成亲了，你心里不好受啊？花姐姐，他看起来很难过，所以我也会难受。只是因为这个？是啊，应该是吧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的朋友可能就要去过难挨的日子了。你可以送他一些礼物做纪念啊。以前你晴姐姐出嫁的时候，我们也给她送了礼物。哎，沈家这亲事办得有点急啊，这没几天聘礼都下了。你看，这下聘礼的车都来了。嗨，人家要娶的可是曹院贾家的姑娘，你换我也急啊。沈焕，沈焕，沈焕。你们先往前走吧。是。芍药。啊，这个还给你。你不要了。还有，那个竹子丢了，我重新刻了一个送给你，这样以后你就可以继续跟别人玩相戏了。花姐姐说成亲是大事，所以我做了这个送给你，
不收啊！我刻了好几天的。谢谢你。再见。今日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？1年前，花大姑娘来退婚，你向来不饮酒的。那一天，是你第一次喝醉。我端端的提这事干嘛？哥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那日忽然要饮醉了。这怎么能一样？我是被退亲，你可是要去结亲的。我并不喜欢那位蒋姑娘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定亲之时还不认得花大姑娘，我也不晓得自己会不会喜欢她。所以，将来或许你会喜欢上蒋姑娘，说不准的。你心里已经另有他人了。好，我且不问你他是谁，我只想问你，他心里有你吗？那即便没有我，我就可以抛弃自己的心意，转投他人了吗？譬如你现在心里还装着花大姑娘，可是爹娘明日就要你另娶他人，你愿意吗？